好，那么下面呢7点了啊，咱们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那么今天呢画的是墨骨画啊，是居廉的这个墨骨作品，尺幅不大啊，32乘以43。那么画的是这个菊花啊，大家看一看左边的小图，你看看。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构图啊，同样是分析一下这个构图。那么这个构图呢，通常啊是花啊是在上边的纸的上边的1/3啊1/3等份啊处，几乎是在1/3等份处啊，稍稍形成了一个弧形，看到没有？排成一个弧形，而且是有聚有散啊。2朵大的带1朵小的，中间夹1朵小的，那么形成的是画面的中心啊，是主要的。旁边2朵这个小的粉色的这个花啊，是在旁边，那么形成了这种很大的这种主次和聚散啊。下面的小螳螂啊，你看小螳螂呢，它是踩在了白色的菊花上面啊，踩在白色的菊花上面。这个小螳螂啊，你看它这个。它是在干嘛呀？在上面有一只小蜜蜂啊，在想抓小蜜蜂呢啊，非常的生动啊，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啊，通常是非常具有生活感的啊，很有这种生活的情趣。那么细节表现的也非常的到位精致。那么画面的石头，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画面的这种小石头啊。那么它这种画呢，应该特别适合做什么？做盆景啊，这种感觉啊。你看这个小石头的造型，再配上这个花，非常的好啊，非常好。那么这个小石头啊，我们看看，石头虽然不大啊，但是呢，这种层次感啊，也是有的啊，10分3面这种层次感也有。那么我们如何用墨骨的方式来画这个石头呢？也是，后期啊。老师可能会给大家做一些专门的这种专题，好吧？各种各样的这种石头的画法。那么今天的这个石头啊，它通常是勾完了之后啊，再往里边撞色啊，撞这个墨。那么也可以直接撞啊，撞完之后啊再来勾也可以啊，2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咱们一会儿呢，咱们先演示一下这个石头的画法。那么老师啊可能会选择。先直接撞色了啊，直接撞色，然后再勾，好吧？好了，那么先呢，简单的分析到这儿啊，咱们现在正式的开始了。那么先从这个石头开始啊，先要从这个石头开始。老师说过啊，哪个在前面，咱们先画哪个，对吧？哪个在前面呢？先画哪个？那么大家也可以用卡纸画，也没有问题，也是可以的啊，你可以用卡纸画。我是因为我觉得还是纸比较好用啊，这个卡纸啊不大，我用了还感觉质感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我还是用了这个自己裱了个板子，但是呢，裱的有点匆忙啊，这个里边的空气没赶出去啊，有点皱。好，我换一个水啊，这换个小盆的，大盆的占地方，我把这个往这边挪一挪啊。别忘录了，录了，不录是不行了，上一次没录，哎呦，吓死我了。好，那么同样啊，石头也是在画面的右边的1/3处这一块，看到没有？1/3处呢，稍稍往这边偏一点点啊，那么是无关紧要的，大一点小一点不是特别的重要啊，这个只要大差不差即可啊，大差不差即可。那么画这个石头，它是一个带有赭石色的石头啊，那么我们先呢调一点淡淡的赭石啊，调一点淡淡的赭石。那么其实是可以直接用水和墨完成啊，也可以啊，加一点这种淡淡的赭石也可以。那么画墨骨的颜料，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吉祥的颜料，它比较细腻一些啊，咱们的这个吸管颜料啊，管状颜料比较的粗糙啊，
不是特别的好用啊，画墨骨，画出来颗粒的这种感觉太多。再来个碟子啊，再来个碟子啊，倒一点墨汁，啊，倒一点墨汁。少倒一点啊！呦，滴手上了，坏了！差点滴画上了啊！是人呢？啊，挥手，还没开始画，就说把手糊脏了，你看。教你们标板啊，标板的视频已经早都传到这个学习资料库里边啊，购课的同学是可以看到的，没购课的同学是看不到的，因为这个视频比较大啊，其他的途径是传不上去的，只能是这种在线的才能保存。好，两个颜色啊，一个赭石，一个这个墨啊，一个赭石，一个墨。首先呢，我们可以选一支这个中号或者大号的这种白云笔呀，类似于中号或者大号的白云笔就可以了啊。你也可以再加点这个赭石啊，这个碟子里的赭石不知道吸管的不一定靠谱，所以加一点这个赭石，不要太浓啊，兑水往里兑水，你看，兑点水。再加一点点墨，加一点墨，它是比较淡淡的一个赭墨的一个颜色啊，特别的灰的这么一个颜色，要把握好。好了，那么我们开始啊，你首先注意大概啊它的一个高度呢在中线啊，基本上在纸的1/2中线高一点点的地方，对吧？然后呢，这边是1/3啊，差不多1/3的地方，大一点、小一点，其实关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对吧？好，大概齐啊，大概齐。水头大一些啊，水头呢，我们要尽量的大一点啊，水头大一点。那么10分3面啊，注意它是怎么去表现呢？这个立体感的啊。我们要看看它是怎么表现啊，石头的一个立体感，用墨骨的方式。那么其实，中间这个面啊，中间这个面，它通过啊这种水线的利用啊，利用这个水线和颜色，它来区分的，是吧？来区分啊。那么这一块的颜色呢，它其实偏一点什么？偏一点土黄啊，偏一点这个小土黄的颜色。那么你也可以调一点这个土黄，加赭石，它有一点这么个颜色啊。但是这个颜色在中间，底下要留出小土坡啊，留出小土坡啊，有这种起伏，稍微留出来就可以了啊。不要画的太满啊，不要太满。这个自己把握一下就可以了。好，大概的呢，你就快速的分出来，稍稍留一点水线啊，它稍稍留了一点水线。那么这个石头的形状，至于这个形状啊，也不一定非得完全一模一样，对吧？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那么这边呢，是过渡过来啊，过渡过来。首先快速的铺一铺，快速的铺一铺，铺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这个结构就可以了啊。这个是这个颜色啊，偏一点这个土黄。好了，其他地方还偏一点什么？有的可以用水呀，用水给它带下来啊，颜色呢不要太重，对吧？
有的用水带一带，有的呢中间啊这些缝隙里边再补一补，大概的一个形它就出来了啊。那么高度要注意一下啊，这个高度好像低了一点啊，稍稍加高一点，稍稍加高一点。这不要求完全一模一样了啊，多余的水分稍稍吸一吸。马上啊，就是来到了重点了啊。好，准备另外一支墨笔啊。那么我是直接这么画了啊，它应该是先勾了外轮廓，然后呢再进行状。哎呀，我喜欢呢直接一气呵成啊，我喜欢一气呵成。那么先从最重的地方开始，撞入墨色。你要离厨房近啊，你可以去拿点这个细盐过来啊，撒点盐啊，它会有特殊的这种雪花状的肌理效果。好，注意啊，分出石头的这种块面感啊，块面感看到没有？注意分出石头的块面感来。那么我这个画法呢，跟它的不大一样了啊，自由发挥了。这就是一种撞色，对吧？或者是撞墨，形成这种撞色、撞墨的感觉。那么画太湖石啊，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作品画的太湖石等等这些石头的地方，是可以运用到这种直接撞的这种技法。那么像这样呢，也可以运用什么？运用素墨来画也是可以的啊。运用素墨配合胶水啊，配合胶水来画，那么又是有另外的效果啊。以后呢，我们专门的抽时间练习练习啊，各种石头的这种技法。哎，注意这种水线啊，不要分得太开啊，不要隔得太开了。再稍微调整调整，收拾收拾啊，收拾一下。撞的是浓墨还是淡墨啊？那么这个得自己把握啊，是一个差不多淡的不行啊，淡了之后呢，它和水啊一相融之后啊，干了之后会特别浅，所以啊，相对来说是一个中等的一个墨色啊。太浓啊，太重的话呀，它比较深啊，它会非常的重。那么我也是没有画的太重，太重除了这些地方，除了里边这些地方，你可以稍微是重墨啊，浓墨来处理一下，像这样的啊，看到没有？就把它凹进去啊，该凹进去的地方让它凹进去了。我讲10分3面啊，把这种各个面它的一个层次感给它画出来。
盐放到赭石里嘛？对呀，撒盐呢。撒盐呢，这个盐你最好是给它碾的再碎一点啊，碾的比较精细一些，因为这个盐还是颗粒有点粗，如果直接撒的话，特别是如果没有撒开的话呀，它最后啊那一块都把颜色都被盐吸走了，干了之后，它那个就比较苍白啊那一块。所以你最好先用之前给它碾碎啊。如果想用的话，有的那个咱们捣，有时候有一些捣中药的那种，或者捣蒜泥的那个，给它捣碎啊，捣碎。你看这块我加了一点重末啊，加了一点重末，然后这边呢也加了一点重末里边。干了之后它整体会浅一些啊，干了之后整体会浅一些，看到没有？现在虽然看着这个墨比较重啊，其实干了之后它整体要灰1个度啊，灰1到2个度，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啊。干脆底下这个什么，草地呀，也可以直接一口气给它画出来得了啊。你看现在这个石头的这个小感觉，看到没有？是和原画不一样的啊，这种画法，稍稍和原画呢有一定的区别啊。自己改了一下，那么还可以把这些细节啊，有的小细节的地方啊，做的再丰富一些，你看，做的再精致一点，你就可以啊，及时的调整啊，趁着没有干的时候啊，及时调整它。这种凹凸感，对吧？石头的各种的凹凸感啊，各种块面，包括上面的啊，不平的这种感觉，这些细节的地方你都可以通过现在不断的调整。但是首先你要做到什么？心中有这些细节啊，你得能看到这些细节。有的同学他想不出来啊，他想象不，有的同学啊他画，他想象不出来这些细节，那肯定就谈不上画了啊，就画不出来。所以啊，一是要有这些细节，那么这个要发挥一下想象力和这种平时啊对生活的这种观察能力啊。现在是比较好吧？现在这个感觉就可以了啊，可以了。放不放盐都可以不放啊，也可以不放盐，没说非得放盐啊。所以啊，没有让大家准备盐嘛，我自己也没准备。但撒盐的话也行啊，撒盐得撒好啊，撒盐你得撒好了才行。没撒盐怎么办呢？你看，笔尖啊，手上沾了一点点水啊，弹一弹，整点小活啊。来看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啊。比如像这样的地方，弹那么一点水过去啊，你看看，它就会达到和撒盐差不多的一个效果啊。但是它肯定还会融合到一块儿去啊，还是没有盐的那个效果好就是了啊。那么你看拉近了看，现在看到了细节啊，看到细节。那么这一块有没有你们泼彩的那个效果啊？是不是啊？有没有那个感觉啊？知道怎么泼了吧？是不是啊？咱们经常
有这个泼彩，有的同学泼不好，泼不好是因为什么？没有控制好。那么你看这块干了之后，它会灰一些啊，干了之后会灰一点。我看看啊，我稍稍去拿一点点盐啊，等我1分钟2分钟的啊，1分钟吧。好了啊，这个盐拿过来了。同时看大家都感兴趣啊，稍微给大家演示一下。你不要一下揪太多啊，少揪一点，少揪一点。那么这个盐呢，它的配合到有什么？有水的使用才行，对吧？假如干了，你撒盐是没有效果的，它没有什么可以吸收的了啊。那么通常你可以往暗面啊，或者把盐化开一点呢，化成盐水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这已经差不多干了，哎，这块你看出来了一点，对吧？出来了一点，哎，是用这个盐水。你看盐水它能够出现一点点雪花状。啊，这就有了雪花状了啊，也别整太多了啊。这个活啊，这都是小花活啊，别整太多，别整过了就行。有些地方它慢慢啊会变浅，有些地方如果是必须是深的话，你就得趁着它没有干的时候啊，然后老师不断的再给它加重，否则干了之后啊，它会很浅。整点花活啊，整点花活。那么这个石头的这种质感是非常好的，对吧？非常好的啊。有什么用？没什么用啊，撒盐就是为了好玩啊，有一点这种雪花的感觉。还洗掉干啥呢？撒的是干什么用的呢？啊，这没必要啊。好了，就是这样了。啊，这些呢都是撒盐之后的效果，看到没有？这面积小，不敢撒太多，那么如果画一个大石头，你可以撒多一点。咱这么小一块啊，巴掌大的一块石头，你撒的到处都是花，不好看。克制啊。好了，抓紧点时间啊，7点半个小时过去了，就画了一个小石头。再把底下的这个草地呀，顺烧着给草地给它画出来啊，把这个草地这片是比较绿的啊，比较绿的。草地这块啊比较绿，水线突兀，你可以再给它改细一点就好了嘛，这都好解决啊。干了之后或者拿颜色填一填，稍微填一填啊，这都不是事儿啊。好，画草地，草地呢是一个绿啊和这个赭石的颜色。你可以首先铺一点赭石，然后再撞一点绿进去啊。我就还把这个赭石啊铺一铺。老师，这种小花活很多啊。你们要想学啊，后面课程可以给大家安排各种的小花活，
什么撒点矾呐，什么撒点盐呐，撒点胶啊。贴个脖呀，对吧？弄个葛粉呐，都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啊，仅仅是能起到一些锦上添花的作用。你要想学习雪中送炭的技术，那还得跟老师一步一步老老实实的啊画这些，那么是雪中送炭。这些啊，撒个盐，点个水，都是锦上添花的花活啊。撒过去，别浪费了啊。再整点这个绿啊，这个绿呢，你可以有这个，我也不知道这叫什么绿啊，各种各样的绿啊，草绿，比较偏深一些的。就是一个绿色系里边，那你就可以呢多点一些啊，多点一点，让它颜色啊统一中做到有变化，统一中啊让它又有一些变化。先积一积啊，先往上面呢积攒一点点，对吧？积攒一点，积的同时不要积得太过了啊，积过了这个水印呢是非常明显的，是非常明显的。该这里边该搅和的地方啊，搅和一下，不然的话也不平均。那么这个草地还是得让它在一个平面里边，对不对？吸水，这种画法与水彩的相似啊。墨果呢与水彩的感觉啊是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来云老师太实诚了，怎么了又？你看这个小雪花啊，现在出效果了，看到没有？这个小盐呢，就把这个雪花给它把这底下的盐沫啊给它吸了一下，你看看，现在有雪花的这种感觉了，能看出来啊，是吧？雪花状的这个小雪花，哎，这种肌理效果啊，撒盐的目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没有别的这个目的啊。好了，把这个绿啊，现在把这个绿啊再调整调整啊，这个绿需要一点3绿啊，这个叫花白绿，这个吉祥颜料叫花白绿。那么点入进去啊，点缀一下。看到没有？点缀一下，那么这不就是成了，又是上面是泼墨，下面不成了泼彩了吗？对吧？这不就是泼彩泼墨了吗？在上面积一会儿啊，积一会儿。好。积在上面啊，积在上面，干了之后啊，再点一点这个什么上面的小草啊，哎，或者深色的地方啊，有的地方颜色想让它重一点啊，加一点点淡墨进来，像这样的地方，对吧？我点一点淡墨进去也是可以啊，也可以。画画嘛，就是要灵活啊，一定要灵活，变通。
跟着感觉走啊。所以你的感觉首先得对，你的感觉不对啊，就走偏了。好，稍稍把这些多余的颜色和水分呢吸走一点啊，不要积在上面。好了，那很快这个石头和这个草地咱们就完成了。等它干一干呢，咱们开始画这个花啊。可以撒盐啊，想撒都能撒，别撒多了，好吧？咱们一点一点的撒，别一下给撒多了。你看，可以撒一点嘛，尽量啊一颗两颗的给分开啊，别一下那一块啊堆了一个大盐疙瘩，那就完了。那最后那一块吸成了一个大盐疙瘩，那丑死了啊！喝口水啊。那么这种画法，你看看是比原画这种勾线的更加温润一些，对吧？有同学说像玉石，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纯墨骨啊，没有线呢，对吧？没有线啊，没有勾线，它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这么一个状态。好，稍微等一等啊，稍微等一等。你要是不讲究顺序的话啊，直接现在点页，对吧？页一点，然后再画花也行啊。那么咱们还是你看先画花吧，还是啊先画花吧。按照这个顺序来啊，正规的顺序来，正常的一幅作品的如何它的一个顺序步骤啊。你看这个石头，这个绿色还往上反了啊，反一点也没关系啊，反一点正好显得这个石头和地面是真正的是长在一块儿的啊，是不是？感觉先点叶不跑偏儿，那不一定啊，点叶子点着点着能点的找不着北啊。先画花，然后呢再来点一些主要的叶子，再来穿这个枝子。你叶子你点下面的没问题，但是你一点上面的时候啊，花跟前的时候你怎么办？那个花和叶子距离那么近啊，你能不能拿捏好这个分寸？这个就是不好说了，对吧？让老师能拿捏住，你们不一定能拿捏住，对不对？所以我们先画花，画花。假如说这个距离啊，花与石头的距离，假如说你画小了，那么叶子少点一点；假如说你画的这个距离画大了，那么叶子你多加几片都没问题，对不对？它有空间让你修改啊。好，下面呢，我怕蹭衣服上了啊，怕给蹭花了。其实等一会儿吧，还是稍等一会儿啊，稍等一小会儿。多余的颜色啊，现在可以再吸一吸啊。那么画那个，有的同学交的作业画那个白菜那一张啊，画白菜的那一张。那么有时候那个底下的一个是颜色啊，画的没有这么绿啊。你看这个绿啊，就是比较符合白菜的那个绿。另外一个就是积水积的太多了，你看老师这个时候适时的要把这些多余的这个颜色啊和水分轻轻的啊，用一支毛笔啊，也不要太干，你看到没有？相对来干一点的毛笔啊，轻轻的走一走，你不要一下吸没了啊，轻轻的这样走一走，它能吸走一部分的水分和颜色。那么能起到调节画面的一个作用啊。老师可以先点页，想点你就点啊。这个没有什么，没有行不行，能不能啊？看心情，对吧？你非要点，我也拦不住你啊。
好，我下面呢这个差不多了啊，我把声音先关一下，我拿吹风机吹它个2分钟啊，这样干得快一点，省得耽误时间了。好，吹干了啊，上面的盐呢，咱们把它给剥落掉。那么撒了盐呢，有时候啊容易反潮啊，特别是在这个阴雨天啊，夏天的时候，这个南方啊那个阴雨天呢，它就有时候会容易反潮啊，它的吸过的水啊，它又给返回来吐出来了啊，所以在南方有时候把画得拿出来晒一晒啊，不能一直卷着。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画这个花了啊。花呢是在刚刚说了，是在这个纸的1/3上方1/3处，哎，大概1/3处啊，排成这么一排，这么过来啊，排成一排，大致看到吗？左边那个小图大家看一看啊，在上方的1/3处。哎呀，那么这个花啊其实是很难画的了啊，是真的比较难画啊。今天要画这个花，我其实是纠结了很久啊，我也怕拿不准，有难度啊，是有难度的啊，在技术层面上它是有难度的。这都是教给大家的都是真功夫啊，真本领，绝对不是花拳绣腿。好，我放大了一下啊，放大一下，拉近了一点。那么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运寿屏的这个那种勾的啊，勾的这种菊花，勾的菊花呢，它先是把那个中间染出一团那个颜色，比如说黄的，它就染一团黄的，红的染一团红的，对不对啊？那是之前咱们学到了运寿屏的那种勾勒的这种菊花。那么这个啊，你也可以，比如说轻轻的从这个花心部分呢，从花心部分啊，轻轻的这么染一个颜色啊，染一个从由白到由白黄啊，白黄再到红的这么一个感觉，你给轻轻的给它染出来，定出它的一个位置。一个是定出位置，第二个，它这一块的颜色，也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也是这样的。你也可以直接从花瓣的这一圈开始画啊，哪一圈呢？就从这一圈开始画啊。来看一看啊，你可以从这一圈开始画，明白吧？先从这一圈开始画啊，不要从中间开始画了。以前画牡丹，老师是不是教大家从中间开始画？那么中间它是一个浅色的啊，不要从中间开始画。我们可以从这一圈开始画，中间呢先给它留住啊，留住。要么你就选择先把中间染出来啊，这一片染出来，烘托出一个颜色来，然后再来画也可以。两种方法都行啊，两种方式呢都是可以的啊。我们选择一个啊，选择一种方法。那么这一朵啊，我教大家先染啊，从中间染到两边啊，染出一块面积来，然后再来一半一半的画。这一朵呢，咱们就从边上啊，从外围开始往里边画啊，可以吗？
哎，或者直接从里边往外画呢，你就得注意把握好这个颜色啊，把握好这个分寸。我就自己按照我的这个来了啊，按照我自己的构思来了。那么我们先调一个白啊，白和黄啊，黄的这么一个颜色，中间给它烘染一下，给它烘染一下，试试这种效果如何啊？先染后画要快些啊？不是，我不是图快或慢，我是图它的最终的呈现效果哪一个啊更好啊？我画画从来不图它快或者慢啊，没用。哎，你可以先调一个白的啊，白的这个颜，白白黄黄的这么一个颜色啊。咱是要达到最终的一个效果啊，这个是比什么都重要。快点慢点，哎，不就也快不了多少，对不对？能快多少啊？快不了半小时，20分钟。你看，我就先呢把这个花心的地方，这样它过渡会自然一点呢，明白这个意图吧？我是为了让它过渡啊自然一点这么画，这么画它肯定会过渡自然一些啊，不用说。但你得找一支干净的毛笔，找一支干净的毛笔，要把它给晕染开啊，把它晕染开。毛笔我不知道干不干净啊。哎，找一支干净的毛笔啊，一定要干净的毛笔才行啊。你看，一直这样啊，这个花它的一个中心位置基本上就定出来了啊，中心的这个位置呢基本上定出来了。那么它与这个石头，我们看一看它的一个距离啊，我好像稍微画右了一点，再往左去一点更好啊，好像再往左去一点更好。哎，无所谓啊，没关系。它其实是与这个石头这个尖上啊，它形成了这么一个对角啊，45度的对角啊，所以应该再往这边来一来啊，再往这边来一来就好了。好，再把这一块吹干啊，吹干咱们就开始了。好，开始。哎，不求快啊，我既然选了这个案例，我就快不了啊，我就没想着要快了，咱就沉住气啊，慢慢的画，慢慢的画，把这个技术给它学到位啊，给它讲透彻，好吧？好，那么之前我们画牡丹啊，这个课程呢，咱们是选用的啊，先用白，然后来撞颜色，对不对？撞这个红啊，曙红啊这些。那么今天咱们要采取的是先呢，因为这个花比较红，那么咱们先呢以红为主，然后呢再撞入白色啊，再撞入白色，采用反方向的一个技法来，好不好？拿出一个碟子，那么这个颜色啊，调曙红啊，曙红加这个一点点胭脂啊，曙红加一点点胭脂，它是一个非常冷艳的这么一个红色啊，粉红色，对吧？很冷艳的一个粉红色啊，很漂亮啊，这个菊花非常的漂亮，我就忍不住就想画它。
我们先调一个颜色好不好？那么我把这个图啊先给它收起来啊，收起来看看调颜色啊。那么这个啊接近于胭脂的颜色，哎呦，你看很像，看到没有？有这个颜色就够了，我感觉都不需要输红了啊。再来一点点吧。加一点点这个类似于朱砂的这么一个颜色啊，哎，这个颜色就正好了。哎呀，看看，非常好，非常好。调色盘不放出来了吗？是不是？大红可以吗？哎呀，我说这个颜色你非要说大红，你说你画成黄的也对，对吧？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只是说我说的这个颜色是接近于原画的一个颜色，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明白吧？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啊。这个颜料它没有沉淀啊，没有太多的沉淀，杂质没有杂质，要好一点。好，差不多了，就它了，就它了啊。然后呀，我们就从这个外圈，从刚才说到的这一圈这个花瓣开始画啊，要给它留一点空隙，好吧，留一定的距离。哎，就是这个色儿，就是这个色儿啊。让地图收起来了，你不是要看调色吗？这个画面呈现不了太多啊，我给收起来了。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准啊，非常的准，我觉得很准了已经啊，很准了。可以再重一点啊，稍稍，哎，可以再重一点。哎呦，白色还忘调了，赶紧调白色啊，赶紧整个白色，要撞色啊，不能没有白。调一下这个白色啊，镜头模糊吗？可别瞎说啊，这哪模糊了？它只是我刚刚调焦的一瞬间它是模糊的，因为我设置的手动调焦，我在拉近了距离之后，我再想调它的清晰度，我需要下一步，所以啊，中间有一段它是模糊的。你看现在模糊吗？你像是这样啊，我拉近了之后它是模糊的，然后呢，我手动调焦，我再来对焦啊，所以需要两个过程的啊，它不模糊啊。好，再撞，你看到没有？再撞进来的白，那么它就是还是这个粉底啊，上面呢有了这个白，明白吧？它就温润了许多，是不是啊？就温润了许多啊，跟之前画牡丹的方式恰恰相反，对吧？恰恰相反。所以这个技法啊，你顺着用，反着用，效果又不一样，对吧？它可以一个技法变俩个技法。
就是会学习，会学习，所以画画要灵活啊，要灵活。这一张画出来绝对漂亮啊，已经能够预感到这个最终效果了。那么这个白你不要调的太浓了，听到没有？一太浓了之后，那就它又太白了，对吧？粉白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让它，这个是一个粉色的一个花瓣。哎呀，这个感觉是不是很好啊？咱们学习的全都是高端的啊，高端的东西啊。老师教给大家的绝对不是地摊货啊，绝对是高端的啊，高级的东西，不是三脚猫功夫教出来的啊。放心学。注意花瓣的这个形状啊，它花瓣呢是有一种向心力啊，所以呢都是往中间扎紧，往中间扎紧的这种感觉，这个要找到啊，这个要感觉要一个花瓣大概多长？那首先你的这个尺寸是跟我要保持一样啊，保持一致。你看看一个花瓣没有多长啊，这个颜料盖儿，一小盖儿那么长，了不得了。对吧？一个手指的这么一个宽度吧，一个手指的一个宽度。什么广告语文？没有。咱就说的都是大实话呀，是不是？你说花鸟技法哪家强，对不对？它好多这个花瓣呢，好多是后期又进行了勾勒啊，复勾。就花最少的钱，那学到最多的东西，那就是这一家了，是不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知识啊。好，那么这一圈啊，这一圈下面这一圈，中间这个地方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找着我画的是哪儿？
那么中间这个地方我画的是中间留出来的就是这个花蒂啊，花托的部分了啊，我给它留出来了，所以应该能对应着找到这个我画的是哪儿吧？好，那么咱们继续往中间，或者是往两边啊，先往两边吧，上面再往上啊，进一层啊，进阶一层，往里边再画一层啊。要注意花瓣它这种层次感，并且中间有的缝隙的地方啊，需要最后用比较深的这个红色进行一个填补。那么它的一个纵深感就强了。同时要注意这种花瓣的它的一个往里边，你看往里边的这个感觉它是一圈一圈扎紧的，看到没有？像是一个我们吃的这个小橘子小糖橘，对吧？剥开的时候它都是往里边这么扎紧的，没有掰开这个感觉你要找一找这个感觉，明白吧？所以难在哪儿难在这些地方了能不能画的生动就是在于你观察没观察到这些特征。同时点的时候不要这个白色不要从头点到尾看我根部的地方稍稍留一点让它颜色重一些，看到没有？可以稍稍给它加重一点那么它就有了这种扎进去的感觉，生长有这种向心力的感觉了。到点了，哎呀，到点了，喝水。好，我拉近一点害怕眼花的同学闭会儿眼大家看一看，绣球花似的呀，都差不多都是花嘛，反正所有的花呀，它都有这个向心力，明白吧？所有的花都有这个向心力案例我已经发给大家，大家手里有购课的同学呢，他手里是有这个高清图片的包括这个菊花花头的一些局部高清图老师都单独拍了已经发到这个咱们的学习资料库里边了可以点开看一看。好，那顺势就植入一波小广告吧。说咱们这个学习群班级群里边，对吧？点开进入班级群里边，然后资料里边不清晰了，是不是？你看老师给大家录制的昨天上传的这种丝毛法、单笔丝毛，还有批笔丝毛，还有葛粉的使用方法，然后每一节课的这种图片资料等等这些
给它取了个名叫傲霜枝，菊花呀。啊，此花开尽再无花啊，所以这个花啊，所以是四君子之一嘛，啊，能够列到四君子里边，那是相当厉害了，对吧？那是有过人之处的啊，所以好，我们再开始继续啊，继续。继续聊，对，资料库里边也都是干货啊，都是回头单独拿出来售卖啊，这个资料。有的这个视频啊，都整理整理，都能成为一套课，全都是。你购课了会自动啊下载学浪 APP 啊，会自动进群的。哎，就痒了，怪我了。好，继续啊，不开玩笑了。继续啊，花瓣要能够有这种包裹感。可以一口气啊多画几个花瓣，对吧？哎，多画个几个花瓣，然后呢，统一进行一个什么撞粉，再统一给它撞一下。这样能稍稍提高一点点速度啊。好，对，给它包裹起来，往里边。那么上面呢啊，它是有一个高度啊，高度，那么它是上去垂落下来，有一个这个感觉，这个花瓣能看到没有？哎，而且偏向中间的，那么这个要颜色要浅一些啊，这个白呀，你可以点的重一些，下手狠一点，那么它就白一些，看到没有？它就更白一些。咦，是不是啊？到了这个花头这啊，快到了花心这一块了啊，所以啊，颜色啊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啊，别画多了啊。里边呢，回头是以勾为主啊，以勾为主，勾完了再撞入别的颜色，然后我们再把这一圈给它丰富一下啊，这一圈。那么这一圈呢，它是要一个颜色要浅啊，颜色要浅。再一个花瓣比较小了啊，它是在这个缝里边啊，它是个内圈了啊，花瓣比较小，它是在这个缝里边生长出来的啊。颜色浅，花瓣小，那么这是内圈的这个特点。
注意啊，内圈。其实是以勾为主啊，这一块咱们稍微画一点吧，稍微的这样壮一点，剩下的啊，咱们就以勾啊，以勾勒的方式为主。中间呢，小缝里边啊，颜色要重一些，多点几笔啊，多点几笔。包括这边像这样的小缝隙，都可以点一点，看到没有？像这样的点一点。颜色积在上面啊，积在上面，让它多积攒一会儿。它的一个层次感就会明显啊，就会明显，就和第一节课咱们画的这个牡丹道理是一样的啊，道理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好啊，继续啊，继续往下画。哎呀，这个小花你看着吧，看着简单，尺幅不大，你看看画起来可老费劲了啊。这一下今天这不知道得整多长时间才能给它画完。这2节课不一定能画完啊。按照这种精细程度来画的话，如果是草率了事啊，那肯定是能画完。这小蘑菇特别的纯正。这技法你学会了，你要会创作啊，你参加个什么国展呢？这样的啊，都能投个稿了。感觉我钟情蘑菇啊，对啊，钟情蘑菇，喜欢，优雅，高级啊。所以今天还看到一个讲运寿瓶的啊，是清代的有一位评论家还是文学家评价运寿瓶啊，说他是天外仙人啊，说他是天外仙人，就说他画技特别的好嘛，说他这个画的那简直就是神仙画的啊，那哪是凡人能画出来的呢？哎，夸了这么一句。就男神啊，就神仙男神。
问什么？你问啥呀？好，再往里啊，我就先不画了啊，收敛一点，收敛一点。要不再把这半圈画了吧？画个半圈啊，画半圈就不画了，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这个往里边，你看看，包裹的感觉啊要有。那么点这个颜色呢，点在尖上啊，它是会越来越浅，对吧？运寿平啊，运寿平啊，他这个人呢，他绝对是你别看他画的画儿这个柔啊，其实是非常的这种，他属于这种战士型的啊，可有骨气了，长得就一副书生气啊。他们全家都是抗清的啊，他的父亲和他的兄长啊，他和父亲啊、兄长啊，在抗金的时候，抗清军的时候啊，他的兄长战死了，然后呢，跟他父亲啊走散了。大家应该之前学过这个是吧？是不是学过这一课呀？当时那个课件是我做的啊，你们学习的运寿平的那个课件呢，是我做的啊。当时被一个好像是一个知府还是一个什么相中了啊，他没有孩子，相中了，收养他。后来过了几年，突然偶遇了他父亲啊，然后毫不犹豫就离开了那一家那个官宦家庭，和他父亲相认了。他本来是有很多这种当官的机会的啊，但是人家根本就不在意这个，一辈子过得很清贫。很有骨气的这么一位画家啊，别看他画的特别柔，对吧？哎，内心啊是很有骨气的啊，非常的有傲骨。你看，慢慢的是不是有这种包裹起来的感觉了？往上去，往上去，往下垂下来。那么这张画的一个难点呢，就在于菊花的啊，特别是花心这一块的这个画法特别的难，所以这一块啊，你要仔细反复的看一看啊，回头回放啊，多看一看，怎么给它进行包裹起来的。哎，到了中间了呢，几乎颜色就很少了，红色部分呢就很少了。这个每一个花瓣的这个具体的形状啊，也不需要太具体啊，不要太清晰了。这个时候，有时候要模糊一点啊。
特别像到了这儿，你看看中间这个藤黄这一块，给它融合到一块儿去了，那么这样才能接了起来，对吧？给它接起来了。好了，那么这个已经等于说是收起来了啊，封住了，封口了之后呢，那么我们再来画外边的啊，大家呢就比较轻松了啊，下面就比较轻松了啊，缩小一点点，老师稍画快一点点啊。哎呀，老师别太累，不累。情人节画一朵玫瑰花送给，没必要啊。稍提一提，有的地方你闲着没事就可以提一下。提一下，你看看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就又不一样了，对吧？所以画画要后期的一个收拾环节也非常的重要啊，这个收拾的环节很重要。好了，我们继续往外围拓展，啊。往外围拓展，那么找准位置啊，找准大概的一个位置啊，花瓣。好，向外圈拓展啊。那么往外圈呢，就随意一点了啊，随意一些，放松画。为什么它修改余地大呀？少，如果画小了，花瓣不够了，你再补一半就是了。如果画多了，你就少画一半啊。注意花瓣的这种通透感啊，是最重要的，要表现出花瓣啊这个白色撞入之后的这种通透的感觉。还能整点小花活啊！你看看，画出一个翻转，根据这个联想，稍整一点这个小翻转，不也挺好看吗？也挺好啊。有一点高矮胖瘦啊，高矮胖瘦的这个感觉。再来个小翻转，那么这个花瓣呢，它是有厚度的啊，就是个有厚度的花瓣。课会画百花图卷吗？不画百花图卷啊，这个百花图卷太长了，4、5米啊。我不画的原因啊，有一点是啥呢？哎呀，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这每年教学生画百花图卷啊，给我都快画吐了。百花图卷呢，另外第二个点啊，不愿意教的原因啊，百花图卷呢，画的有点紧
啊，整个的一个状态啊，特别接近于画工笔啊，特别的紧啊，画的感觉不是运寿平好，不是运寿平的一个巅峰之作啊，像是早期的这种作品。而且这个学下来，我那4-5米长的那一幅作品，能给你们画抑郁了啊！那大长卷，咱们是多学一点啊。说了啊，大家这个花最小的花费啊，学到最多的一个知识。对呀，我都快画吐了，你想想，你们还没画过，你知道咱们的差距了吗？你知道我画了多少蘑菇画？光教学生就画了不少，一届一届的学生啊。那个你想画好啊，天天画，天天画，你得画1个月，时间还非常的紧张。你要每天靠直播这2小时、3小时画呀，那得2月吧。我说的是画的非常好的情况下，因为我上那会儿教这个课的时候，这个课是1个月的时间，那么学生啊，天天画，天天画啊，好多都到最后都画不完。当然了，我要求的质量比较高一些啊，所以最后大家毕业之后人手一幅百花图卷啊，运寿平的这个成了最后他们的能够珍藏多年的一幅作品，并且有的同学就凭借这幅作品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这非常厉害啊，而且质量很高。有一位特别不爱画画的一位同学，我给他挂科挂了连续挂了2次，逼着他没办法，就把我的作业给画完了，最后不画完不让他毕业。没想到他到毕业创作的时候，自己创了一幅百花图卷，让我非常的吃惊啊。所以老师对于学生啊，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我个人感觉啊，是非常大的。虽然当时对他们特别严格啊，但我觉得等他们毕业了之后，他们回想起来呀，应该不会骂我。因为很多同学都是在我教的这个教他们花鸟画之后，他们毕业从事的工作都和这个相关，所以他们应该不会骂我了。可严了，我那会儿可严了。那会儿女同学看到我在走廊上还没上课呢，下课期间看到我，扭头就跑啊，然后大喊啊，徐峰来啦，徐峰来啦，都是这种。你想想是什么感觉？
这半边你看看画完了啊，这个和原图不分上下呀，那个感觉啊，这个位置画的也比较准，挺好啊，很满意啊，很润啊，很润泽的这个味道，这个小味道啊。好，再往这边来啊，继续往这边拓展一下。有的花瓣啊，注意它这种褶子的感觉啊，这种起伏的感觉，要注意把握一下。哎，非常的通透啊，这个不能老夸自己了。赶紧。哎呦，伸个懒腰啊！大家画累了可以活动活动啊。有跟着画的同学，伸个懒腰，动动脖子。画墨骨啊就是这样啊，长期这种伏案啊，比较容易疲劳。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颈椎啊。作业越积越多，没事儿，过年给你放几天假，慢慢补。一起交给我，那我得点评到大半夜。哎，画哪儿来了？啊，在这儿。你就觉得很悠哉的啊，画这种小画，不急不慢的，对不对啊？也不赶时间啊，不要赶。你哪怕呀2天3天画一张画啊，给它画好了，质量提上去，画一张成一张，对吧？能拿得出手啊，能看，就会自己就越画越有信心啊。你看这有的花瓣啊，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它是这种形状，花头啊，因为菊花的花瓣它的一个比较圆啊，像荷花有的花瓣它不也是这样的吗？哎，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它的一个造型是这样的，就是要敏感啊，对这些东西，它是这么包裹的感觉啊。是这样包裹的。哎呦，今天能把这一朵花画完就不错了。这家伙得画3节课，我感觉。能用写意的画法，没耐心画就别画。用写意的画法，那咋是写意是写意啊？这个是这个写意不可能，那不然呢就叫写意了啊，就不叫墨骨了，对不对？
你说的用写意的画法，那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呀。所以这个就是修行嘛，画画这个东西就是修行啊。修心啊，所以叫修身养性啊。不会啊，不会，吃什么力啊？不吃力啊！这画那么慢，一片一片的，把它拆解开了。哎，我就问哈，单个让你画一片，你有没有信心画出来？有没有信心画出来？是不是没有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吧？啊，单个让你先涂出一块啊，这个花瓣的形状，这样的一个形状啊，姿态上稍微注意啊，这个姿态有的漂浮一点啊，扭曲一点。好了，画出这个形状之后，另外一支毛笔啊，调好这个白色啊，淡淡的白色，然后呢，趁湿撞入进去，像这样的。好，那么这是一片花瓣完成了。那么按照同样的方式啊，我们再来画其他的花瓣。你觉得难吗？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有难度吗？你感觉的有难度，无非就是花的时间太多了，对吧？你做半天，做2、3个小时，还画不完，内心开始焦躁啊，开始急躁，无非就是这个嘛。你要非要说有多难的话啊，没有多难啊，它只是一个重复的这种动作，但是要把它安排好位置啊，每个地方安排好，统筹全局，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这需要你画的时候要关注的，对吧？对呀，不然就是费时嘛。想画好画，必然是费时的呀。哪能是不劳而获呢？你看，我感觉这个花瓣啊，它是这么个感觉。哎，一个内侧，这么包裹的感觉，不知道感觉准不准。对，咱们课程啊，每周都会有啊，墨骨、写意啊，还有这个动物画。上一次画了小老虎啊，画了个老虎，我看大家画的也很，都给大家画懵了，是不是？很多同学都画懵了。下一次是安排个简单点的呢，还是同等难度的呢？想给大家安排一个这个金钱豹啊，祝大家新年财源滚滚呢。金钱豹有没有想画的？金钱豹比老虎简单点啊。
这些缝隙里边啊，稍微点一点颜色。哎，要有耐心啊，别又坚持不住了。有的同学又在打退堂鼓了，稍稍勾一勾。呀，这朵花啊，感觉像鸟巢似的呢，看着。讲点什么？我马上睡着了，讲点故事啊。讲点什么故事呢？想听什么故事？你实在困了你就睡吧，没什么故事可讲的啊。定个闹钟啊，1个小时之后给你叫醒，看看这个最后的效果。咋那么八卦？没有别的方法？什么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啊，就这么一个方法。你能想到什么方法吗？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啊，就是这么朴实，一笔一笔，一片一片的啊，这么画出来的。哎呀，临摹的是这个居联的啊，居联的，你看看，呀，人数掉了，是居联的，不是运寿屏的啊，居联的。
大家都让我给画跑喽。就这个画这个墨骨啊，它就是没有这个，它最后呈现效果会比较好，但是这个过程啊就是这样的干熬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不大，好多人受不了。光看结果想学啊，天天哎，老师教墨骨，教墨骨，教墨骨啊，真教了，知道这个，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哎呀，都害怕了。画点用时少的呀。那么咱们就分2节课、3节课画完就可以了嘛。大家还是在求这个量啊，还是求这个案例的量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质量也很重要啊。你说这个质量重不重要？下次画个简单的，下次不再画这么复杂的墨骨了，教大家简单的为主吧，以后。这一张啊，拿出去打败好几张啊，打败别人的。好，这一朵啊，基本上就完成了啊。也行啊，也挺快的啊，没有那么慢。还可以。还行，还行，还行。唉，花画大了，画不下了。所以说呀，要控制好这个大小嘛，控制好这个大小啊。这个纸本身就不大，对吧？我这个好像也稍稍大了一点啊，稍稍大了一点点。我主要是画的太近了，离石头太近了，再画远一点就好了。这旁边还留了这么多空地儿。好，那么再把里边呢这个给收拾一下啊，里边这个收拾一下。那么里边这个你可以直接勾勒啊，直接用这个小号的狼毫笔啊，直接勾，就不用去撞色了啊，不用撞色了。调好这个需要的曙红，就是花瓣的这个红色呀。花瓣的这个红色啊，直接勾勒一下就可以了。像它这好多就是勾勒啊，最后，像这样的勾一勾啊，把里边这种小的花瓣啊，一层一层的，
注意这个包裹的感。那么为什么直接勾呢？它是小花瓣啊，颜色啊还没有长成啊，比较嫩的这么一个颜色，对吧？非常的嫩。勾的时候也不要太清晰啊，不要太清晰，一片一片的，别勾得太清晰了。中间呢是一个花心啊，中间是一个花心，花心呢可以用这个绿色，画草地的这个绿色，淡淡的来一点啊，来一点，这个草地的绿色。别太大啊，就是一个不规则的这么一个形状啊，有这个形状就可以了。然后再撞入白色，撞入白色，干了之后啊，再点一点啊，再点一点这个里边啊，花心里边再点一下就可以了。好，继续勾，继续勾，然后围着这个圈啊，绕着圈勾啊。要有这种包裹感啊。那就裹在一块儿啊，给它裹在一块儿。旁边有的地方稍稍可以撞一点点颜色啊，这个圈儿可以稍稍撞一点颜色。比如什么地方呢？像这样的地方，稍稍的撞一点。要有这种层次感，明白吧？或者直接拿这个曙红染一点颜色啊，等它干了之后啊，淡淡的染一点颜色也可以，围着圈染一下。好了，下面呢，我们把这个需要加重的地方啊，调好刚才画花的这个颜色啊，调深一些。可以啊，你可以用大纸，可以啊，你可以，这个放大也行，根据个人啊，根据你个人的这个需求吧。所以说，我说这一张啊，一开始画，刚画了几笔之后，我就说这幅作品啊能成啊，能画好，是不是？反正就画好了。其实画之前，我心里也有点犯嘀咕啊，这个太精致了，这张作品。
收拾一下。哎，你说你不画画啊，你就光这么看一个人画画，也是挺爽的感觉啊。我就喜欢看别人画画啊，但是现在你看捞不着看，只能是让你们看我画，也没老师了身边。看画的时候啊，是能学到东西的时候。哎呀，好啊，是不是啊？这个补色啊，这个就是啊，把有些地方这个缝里边加重一点，那么这个层次感呢，纵深感呢，它就会出来了。就笔尖轻轻的这么点就行了啊，轻轻的这么点进去，把颜色，因为嘛已经干了嘛，哎，轻轻的点，不要一下太重啊，颜色不要过重，就还是刚才画花的这个颜色就可以啊，不要再加重了啊。好，很冷艳的这种感觉啊，你说美不美吧？啊，缩小一点，是吧？我画的也稍稍大了一点点啊，稍稍大了一点。哎，今天我们再把这朵画完，哎呦，这估计得3节课啊，得3节课。但是画出来就是绝对的精品啊，绝对的精品啊，包括石头、地面等等这些，绝对的非常经典的一幅作品啊。喝口水。对啊，今天画的蘑菇。那么继续同样的方法呢，我们可以把下面这一朵画出来。同样的方法，把下面这一朵画出来。太精致了，学不了。花瓣用的这个胭脂加曙红啊，胭脂加曙红。对，我是绷的板子，我是绷的画板。绷的，因为这个蜀宣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用一些，比这个，因为我买的这个卡纸啊，底色我觉得它虽然是个浅仿果，但底色我感觉还是有点重了，还是有点重。我还是喜欢这个稍稍带一点微黄的这种宣纸画出来更好看。啊，继续啊，继续，大概啊，找一找花心的。它这个花心呢，你染不染都行了啊，其实都不用染了。它这朵花包裹的比较紧一点啊，这朵花包裹的比较紧。那么我们开始啊，也是从下面这个花托上方这一根这一个花瓣开始画起。注意两朵花稍稍要倾斜一点呢，角度啊稍微倾斜一点。画大了啊，画大了，没招了，只能硬着头皮画啊。
曲高和寡呀。看准啊，它俩花心的一个高度啊，高一点就高一点吧。我看一看，大致齐差不多啊，大致齐差不多。那么中间的距离啊，留个2个颜料管的一个宽度吧，大致啊2个颜料管的一个宽度。不要画大了啊，花瓣呢收敛一点啊。这么大一片。像这样没有底稿的这种直接画，还是比较锻炼咱们的一个构图能力啊，以及造型能力，是能够得到锻炼的啊。整点的，好，喝水。点完再睡觉去了，坚持不住了吗？再坚持啊，多好啊！这个下次这样啊，下一次的这个墨骨花啊，咱们玩点新花样啊，不画这个了。咱们整个遍体临摹啊，改画，比如说把一张工笔画改成墨骨，或者把一个小写意改成墨骨，或者改一张写意画把它改成墨骨，好吧？要么就是简单一点的啊。这个我看了，这打退堂鼓的人太多了。你们画大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啥？是我这个图片这个局部放大放的太大了啊。那么你看大的东西，你画画就容易画大。我经常也是这样的，画画如果把某一个局部放的特别大，你就容易画大，因为你看的太清晰了。假如说我缩小一点，你能看到整体，那你就不会画那么大。你一看啊，原来这个花瓣哪那么小，对吧？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还。不会太简单啊，老师这儿没有特别简单的。
想要简单的都没有。我把这个放这儿啊，放这儿。哎，就一个颜料管呢，还这个长度都不到啊，一朵花它这个宽度啊，不要画太大了啊。稍微加快点速度。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一片都给它画的差不多了，对吧？老师用一支笔能不能？最少这2支笔呢？这不2种颜色，你非得用一支笔，你这不为难我吗？这问题问的，不为难自己吗？你就一支笔吗？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寄2支过来。你也插一支笔啊？你插的不是笔啊，你插的就是老师这个课程回放。其实这个花它的花瓣的这种圈层啊，并不是特别的多，4层啊，4层左右，只要找准了还是可以的啊。哎呀，老师用的就是这个，白云笔呀，就是白云笔。崩板的视频有啊，崩板的视频有。
但是需要购课，好吧？都在咱们的这个学习素材库里边啊，这个资料库里边。聊啥呢你们？画不动了，休息一下啊。确实啊，这个确实就是比较花时间，慢慢悠悠的，哎，这么去画它，不能着急，一点都不能着急，着急容易画坏啊，着急特别容易画坏，就慢慢悠悠啊，心不要急躁。咱们这个报课的同学里边啊，我通过看这个作业啊，我通过点评作业，已经发现了有许多能够成为墨谷高手的这个同学啊，是非常有潜质的啊。你不要着急，你慢慢的画啊。你把这个课学完了，我估计就能成为一个高手了啊。你说老师这个课程啊，教大家这么多东西啊，你把某一样学会了，能够学成了，也挺值得了，对吧？学成某一样也挺值了就。你说这么多所有的啊，想通过这一期课程来全部学会，那是有点难度了。但是能把某一样学好啊，先把某一样学好，我觉得问题不大。看着视频，你得不光看呐，得动脑子呀。这个是墨谷画比较的好上手啊，它比较好上手。
为什么建议大家学墨骨画？很多这个业余选手啊，就是业余爱好者画这个墨骨画，最后呢都画的比较好的成功案例是有很多的，所以墨骨画它是比较的好上手一些。很多有一些呢，就是业余爱好者画着，最后画成了职业画家了，就特别气人啊！基础的，回头整点简单的就基础，哎，不基础，这就是基础的，这就是基础的。你指的基础的是什么？画一朵小花吗？这样的吗？只不过这个里边内容多一些嘛，啊，这就是传统的基础的这种技法啊。如果是现代的墨骨呢，它又不一样啊，和传统的有区别，但传统的我觉得更唯美啊，传统的墨骨画更唯美一些。现代的墨骨画有一些特别的拙劣，特别的功利啊。这种传统的，你看像这样的，一点功利性都没有啊，一点功利性没有。还有想学工笔的呢？有没有想学工笔的呀？这一块也稍稍染一点吧。中间这块也稍稍的染一点这个淡淡的这个黄啊，淡淡的藤黄，稍稍染一点点啊，不然是不行了。稍微染一圈，染一圈啊。第一节就是那个牡丹呢，老师画的第一节课，第一节墨骨课就是那个牡丹，就是课程封面那个牡丹，对吧？哎呀，活动筋骨啊，那小画学的挺，这是妹儿同学是不是上过我的课呀？带着镣铐的舞蹈，这是我的老师讲的一句话啊。我的这个一个老师啊，工笔老师，苏百军老师啊，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传统啊，这学院派，明白吧？这学院派啊，他就是这样的啊。学院派它有很多的规矩，他的画画，它不像一些江湖画家的这种路子比较野啊，想怎么来怎么来啊，没有规矩。那么学院派它有很多的规矩啊，不是乱来的啊，所以它是讲传承，对吧？讲传承，所以呢，不能是乱来啊，所以说是带着这个镣铐在舞蹈，
这么个意思，是吧？一届的呀，哎。没有同学都不拍个课，我就觉得你都对不起我呀。都是亲学生。好，再往里边啊，往里边我们看一看。找准位置啊，先找准位置，不要找错了。已经画的有点懵了啊。大致我们首先要注意什么？注意它的这种包裹感啊，包裹的这种感觉你要把握好就行了啊。把这个包裹感呢，给它抓住这个感觉啊，它就不会错。哪怕你这个花瓣啊，某一瓣没画对啊，位置或者大小没画准都没关系，你只要抓住这个感觉。为啥你知道吧？因为为啥说梅尔同学必须得买个课呢？最早当我的粉丝只有100多的时候啊，他就已经关注我了。然后在我发的这个作品里边，各种意思让我教大家摸骨。结果我教了他又不拍课。水笔，这不是水笔，这是一支白色的笔啊，这是个红色的笔啊，不是水笔啊。过段时间。没事啊，没事，开玩笑，给大家跟开玩逗你玩的啊。别强求啊，想学就拍，不想学就别拍。
开课了还没开始画，你得画呀，赶紧交作业呀，让我一次点评个够啊！今天我点评了1个多小时，结果麦克风没开，这没插好，声音没录进去，都快气吐血了。然后我又重新的，从头又开始挨章的点评。就自己关屋子里边啊，自己搁那一直在讲，讲完怎么上面提示这个审核没通过，那咋回事？然后还有同学底下留言啊，老师这个怎么没有声音点评的作业？完了我一听，哎呀，没有一条有声音的。这点评期间还把我闺女熊了一顿啊，她老是吵，我说不要吵，不要在我这个房间附近吵。结果呢，还没给点评上去。干了一件蠢事儿。完了，闺女还生气啊，还不高兴。哎，你看看这种透视的感觉啊，到上面呢像是一个盖儿一样啊，盖在这个上面的，对吧？这几层啊，这一圈儿。所以说开这个点评课还是有必要的啊。回头大家交的作业多了呢，哎，我就直接选择一个下午的时间段啊，咱们开个点评课得了，省得我自己一个人默默的，回头还没有成功。好，那么这一圈围起来就好办了啊，这一圈围起来了。那么这个外圈啊，外圈同样啊跟这个差不多，只是花瓣呢比它大一点啊，比它大一点。继续啊，继续这么包裹一下，继续包裹一下。所以呢，这个花瓣的具体的形状啊，你没有画准呢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把这个包裹的感觉给画出来啊就可以了。那么这种裹起来的感觉啊，你要给它画出来。因为其实说实话啊，我到这儿我已经呢，可能花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啊，也有点蒙圈了啊。但是我大致啊能够把握住这个感觉。
因为你想完全一半一半的啊，除非有稿子啊，除非有这个底稿，你给它拷贝，事先拷贝进来，对吧？否则的话呀，很难。但是我知道这个感觉就可以了，我知道这个感觉，我就不会画错。那么这里边的空白，回头是需要用比较深的颜色给它盖住，给它填在里边。有要拷贝的吗？要拷贝，我回头给你 P 个图啊，P 个，我给大家 P 一张这个线稿给大家，或者给大家勾一张啊。我这个用手绘板 P 完之后，稍稍勾勒一下，稍稍勾勒一下，让大家看起来清晰一些。因为这个确实有一定难度啊，有一定难度。毕竟是一张大师的啊，一张非常专业的作品，所以画起来肯定是有难度啊，毫无疑问它是有难度的。那居廉居巢啊，那绝对是大师啊，手底下培养了多少名家了，都是他的学生，什么高启凤、高剑父、陈树人、岭南画派、开山立派的人啊。好，哎，往这边快要接壤了啊，这边快要接壤了。我是不是画多了一圈呀？不重要了，已经懵了。看这个空隙啊，这种缝隙的地方，回头得填好。我们把这朵菊花画完啊，再把上面这一小朵，看看时间够不够。如果够的话，再给它画完；不够的话呢，就算了，不够就下节课再画了。实在不行，只能分3节课画完。但是能够保证啊，是一幅精品力作。你说这画得卖多少钱才合适呢？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啊，就不卖啊。
我那个老虎，我后来给大家那天晚上上完课之后，我又给大家画了一个这个老虎的这个辅助图，这个体型的辅助图还有比例的辅助图我传到那个资料库里边了，怕大家有的同学怕跟画的同学，怕大家拿不准我用手绘本起了这么个画了一个辅助图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你可以参考一下参考一下那个按照那个标的比例标的比例。好，快完成了，快完成了。这个里边要特别的浅，那么里边特别浅，我们就反过来反过来，你得先呢用这个白色画完之后稍稍壮一点稍稍壮一点点，这个形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比较朦胧的这种感觉，不要画清晰了不要画太清楚。这种三角形花瓣呢呈现这种三角形的感觉。继续裹起来，模糊一点然后里边再用这个绿比较深一点的这个绿色给它填满，填满之后再用这个白立个粉再用白给它立个粉。你可以选择回头用葛粉回头呢把白点在上面它就有了花蕊的感觉了就有花蕊的感觉。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红色把这些空的地方同样需要提的地方提一提提一提，加重的地方加重一下，白色的这个水线的地方该给它提一下提一下。马上这个气质发生了变化。是吧？这个气质是不是不一样了
该加重的地方加重一点。有些地方啊可以勾一下啊，勾一点这种花瓣上的这种丝。这边里边这个里边呢更是很重要，上面这一圈啊更重要。必须得有这种圈层的感觉啊，一圈一圈，一层一层，最重的是在下面啊，最重的是在花心的地方，对吧？这样才能体现出这个花的一个向心力啊，向心力。所以这张画一定要花时间去画啊，花精力、花时间去画，画好之后，它肯定会回报你的啊，肯定会回报你的啊。那么咱们画出来的这个作品啊，最后啊，我看好多同学的作品画出来是直接可以上墙了，可以把你家里边如果有商品画，就可以直接替换掉了啊。绝对就是非常精美的一张画，看到吧？哎呀，歇会儿，歇会儿，累着了。哎，就是这个感觉啊，就是这个小感觉。然后上面这个可以马上就给它画了啊，把上面这一朵画完，咱们。哎呀，今天咱们就先画这么多啊，把上面这一朵画完。其实留的这个工作量有点大啊，要不再画一画吧？画了个10点半，都给我画醒块了啊！都来不及看呢，你得看一看啊，得看一看。这我都熬夜录制的这种宝典啊，真是熬夜给大家录制的啊，这个对视频太大传不了啊，它超过1个G，它那个资料它上传不了，所以我都得后来又给剪成2段了。包括课程的这个视频啊，太大了传不了，超过10个G 它就传不了了，所以也不敢画的，不敢太长时间。我再把这一朵画完啊，这一朵快速画完啊，包括旁边的2朵小花。10点画到10点啊，10点钟。那么这个就简单了，这样小花那就小菜一碟了。你画了这个复杂的啊，那么这个小花就小意思了。呕心沥血啊，这是不熬夜啊，不熬夜，我把这点画完吧，画不完我心里边别扭啊。
这个就简单啊，这个简单多了啊，造型也简单。你看用笔啊，用笔有这种点的感觉，那么它就有包裹的感觉啊，有包裹感，是吧？那么到这个里边啊，同样呢，和这边啊几乎是和那个大的几乎是一样的这种感觉，哎，就给它包裹住了。简单一点，别整复杂了啊，那么就包裹起来了，对吧？有边小的啊，小的，随便点一点，然后再用这个白色啊撞一撞，不要交代的太清楚啊，模糊一点，不要交代的太清楚，就这样就可以了。回头再把那个绿色往里边一点，点完之后啊，再一粒粉。你看这是不是很快呀？都不耽误时间啊，都不耽误时间就画完了。而且呢，这小的花瓣啊，可以让它接壤啊，就不要画的太清晰。哎，两块让它撞一块去，故意的。哎，故意的啊，那么它就非常自然呐、这种呢就分不清你我了。所以有时候我老是给大家点评作业的时候，老说大家画的有的东西画的太清晰了啊，画的太干净、太清晰了不好。有的时候该糊涂的地方呢要糊涂一点。像这样的啊，然后呢，直接白色一接，都不需要给它涂的太平，看到没有？不需要涂的太平均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为什么这样画？一个是啊要分主次了，另外一个这样更生动一点嘛，不是特别的刻板呢用笔。你看，两边一画啊，趁没有干，中间白色一撞，衔接好，是不是好简单呢？啊，非常的简单啊。好，再往这边来，你看看，我说吧，刚刚是多长时间了？画了不到10分钟啊，这小朵画了7、8分钟，对吧？很快的，很快。再往这边啊，这两个小朵，估计我看看这两个小朵长什么样啊？嘿呦，看看位置，有点画不下了，有点画不下了啊。
中间还留着一根枝啊，枝上还有个小蚂蚱，你看看。那么在这儿吧，就大概齐吧一个位置啊，也不能画成啥样算啥样了，现在是啊。那么这个颜色啊，它又浅一些啊，这个花小花的颜色啊，它又浅一些，对吧？那么我就加点水啊，这个红色里边呢就不要这么重，加点水。对呀，我就说不要用那个玛丽颜料啊，玛丽颜料这个渣子太多了啊。我们把这里2个小朵画完就休息了啊，画完就休息了，大家再坚持一小会儿啊，再坚持一小会儿。我看看位置，位置稍是在这个花，正好是在这个花最高点呢，不超过这个花的花托的地方啊。那么我们从这儿开始起就行了，很快啊，这个就很快了。哎，注意一层一层的包裹，用笔你看看，稍微写意一些啊，稍微的，用笔注意偏写意性一点。里边小的就是这样包裹起来啊，一层一层。好，差不多了啊，这一下画了一大片，别干了，趁着还没有干，点入进去。对吧？还趁着没干啊，是不是很快？这边同样，只要能够给它把这个包裹的感觉给它抓住，它这个花瓣它就不会掉落啊，不会散啊，不会掉。同时注意外围的花瓣的一个姿态啊，比较的重要啊，外围花瓣的一个姿态比较重要。该重的地方你可以稍稍的加一加啊，再加一加，点一点，哎，它就特别的温润啊，温润。好了，这儿还有一个啊，画不下你画一朵也行啊，画不下画一朵也可以的，这个没关系啊。我这个好像也画不下了，我到时候只能是把这个枝子让它从后面穿过去了啊，就把前后遮挡的这个稍稍调整一下。
没事啊，这个随机应变啊，画画呢就得随机应变，特别画写意画呢更得随机应变了。好，一口气啊给它画完了，再把撞色撞入进去。干了之后，把这个一填补啊，这个空白的地方，就深色的地方啊，再给它稍稍填补一下，颜色重一点。哎，这不很快吗？很快啊！好了，那么今天呢，小花呢，咱们就画到这儿啊。这个小花呢，哎，就画到这儿了，不能再画了，10点了。哎呦，哎呦，哎呀，活动活动筋骨啊！有个什么董事的助理，哪有助理呢？还助理？从这个客服到老师啊，到点评作业，都是一个人完成，一人分饰多角。小目标啊，对对对，小目标，今天小目标不是完成没有啊？今天这个人数估计很难完成了。好了，不讲了，不啰嗦了。那么今天咱们这节课呢就画到这儿啊，下节课呢咱们继续看能不能给它完成啊。我觉得差不多了啊，下节课差不多。小叶一点啊，这里2朵白色菊花，但是有个螳螂和这个小蚂蚱啊。下节课我们争取完成啊，争取完成吧。好，那么今天咱们就画到这儿啊，各位同学晚安，拜拜。